4月23号是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纪念日。4月20号到24号，海军举办成立75周年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共庆海军节。作为重头戏，全国多地举行军营和舰艇开放日活动，多型海军现役舰艇与公众见面。深圳100名青少年学子也跟随深圳卫视赴湛江军港，参加南部战区海军舰艇开放日活动，近距离感受人民海军3艘新型战舰。4月20号上午，海军在青岛召开的媒体吹风会上，新任海军新闻发言人、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大校局长冷国伟首次公开亮相。冷国伟告诉媒体，1949年4月23号，人民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诞生。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海军在艰苦中创业，在战斗中成长，在转型中突破，一路劈波斩浪，砥砺前行，逐步发展成为包括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航空兵、陆战队、岸防部队5大兵种的战略性、综合性、国际性军种，成为一支核常兼备、具有戏剧化条件下威慑和实战能力，能够随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海上力量，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深圳卫视注意到，4月20号至24号，海军在北京、青岛、宁波、湛江等驻地城市和部队营区组织军营和舰艇开放等系列活动，帮助和支持公众了解海军、热爱海军，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现役舰艇面向公众开放是国际惯例和世界多国海军的文化传统。4月20号至24号，海军在青岛3号码头和澳帆中心码头开放导弹驱逐舰贵阳舰、石家庄舰、开封舰、导弹护卫舰邯郸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和综合援潜救生船洪泽湖船等，供公众登舰参观。小时候我就对这个军事比较爱好嘛，就是当时052这个导弹驱逐舰，就是完成了我们国家的一个海军上一个装备发展的一个跨越，包括它的雷达系统呀，一些防空导弹的系统，等于是我们一个祖国的一个里程碑吧，海军的里程碑。值得一提的是，开放的舰艇多数参加过亚丁湾护航、出国访问、联演联训等重大任务。我舰先后执行了远海战备巡逻、亚丁湾护航等任务。我就有幸与我舰一起参加了第42批亚丁湾护航。我舰平时的主要使命任务就是装载燃油、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为驱逐舰护卫舰实施海上补给。被军迷亲切地称为“驱护舰的奶妈”。在青岛参加军营开放日活动的评论员曹贝东对深圳卫视特派记者表示，10年来，从装备发展上看，人民海军补齐了很多短板或空白。比如，我们过去没有平直甲板的航空母舰，现在有了福建舰；过去我们没有2栖攻击舰这样的大型作战平台，现在也有了。而作为海军兵种之一的航空兵，也有了固定翼预警机，而且未来我们还可能拥有具备弹射起飞功能新型的航空平台。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我们人民海军呢，就是从近海走向远海，完成这种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任务呢，可以有更多的平台。这是装备上的发展。装备上的发展呢，同时体现了一种从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这是适合联合作战和体系对抗的，体现了我们这10年来人民海军的这种装备的发展、战斗力的发展。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缩影。4月21号上午，第4届深圳国防教育名家奖活动以“向海图强，逐梦深蓝”为主题，走进南部战区海军湛江某军港码头。在湛江某军港码头开放参观的舰艇有3艘，包括驱逐舰呼和浩特舰、2栖船坞登陆舰五指山舰和补给舰落马湖舰。今天的湛江某军港可谓是盛装打扮，对外开放的舰艇悬挂满旗，迎接参加舰艇开放日的观众们。在这里，大家一起见证人民海军的强大，并为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这个是第一次，挺震撼的，然后也挺新奇的，然后也扩充了自己的知识吧。就看到我们海军就越来越强大，然后事业也是蒸蒸日上，然后对此我也觉得是祖国是越来越强大，然后在此也是非常祝愿我们海军75周年生日快乐。舰艇开放活动现场，来自深圳的100名学生沉浸式感受海军日新月异的发展，共同祝愿人民海军节日快乐。在海军官全民国防教育课，那么
现在呢，可以说中国呢已经建立起来了强大的国防力量，那人民海军的发展更是飞速的向前进。活动现场，深圳学生则带来快板礼赞海军、朗诵“铸剑深蓝，向人民海军致敬”等节目，借此歌颂祖国的日益强大，表达对海军官兵的敬意。热烈的掌声时不时响起。舰艇面向公众开放是国际惯例和世界多国海军的文化传统。那么，纵观今年人民海军在各地舰艇开放日活动当中所展示的这些战舰，您如何来解读人民海军的发展壮大？从我这次参观的舰艇开放活动来看，最大一个感觉啊就是大，这种大呢就是什么？舰艇越来越大。湛江这次开放的3艘舰啊，呼和浩特舰，还有五指山舰和落马湖舰啊，全都是大家伙呀。那在舰艇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呢，体现出的就是战斗力强大嘛。大舰呢综合作战能力肯定越来越强。像呼和浩特舰，它是一艘的主战舰艇。那它的综合作战能力呢相当强啊，有主炮啊，而且呢还是130毫米的可口径的主炮。那么像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啊，可以呢装填多种导弹啊，可以呢同时去进行呢多种的攻防作战。那么像雷达系统呢也是非常先进啊，因为呢你只要看那4个大阵面，目前世界上呢能够有这样的雷达天线阵面的不多。那我们呢现在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呢。我们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研发出来的，但就从这点啊，就体现出来中国呢在海军技术方面啊提升的速度特别快。自主研制，对，自主研制非常重要。其他的一些国家的海军，尽管呢也有些先进舰艇，但是都是买别人的，说白了都是买美国的。这种情况，它是无法获得呢核心技术的。那么像五指山舰，它是一艘呢大型的2栖舰艇吧，2万吨啊，它在进行2栖作战的时候，可以呢。进行这种大吨位的装载啊，那像多艘的这种这种多辆这2栖战车可以呢在坞舱里边去装入或者是它装上气垫登陆艇机械化登陆艇等等，那随行2栖作战任务能力呢非常之强。而且呢它是成舰式的搭载的。海军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呢，我们可以用3年一小变，5年一大变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我们知道战斗舰艇呢，它所自身携带的油水、食品都非常有限。通过自身补给呢，通常也就持续15天左右。两样补给舰的话，有个外号是不是叫奶妈呀？对。它既可以为舰艇、水面舰艇补充各类补给物资，其实也可以为潜艇来提供补给物资。所以有了这样的海上奶妈，我们的水面舰艇编队出去可以在长时间在大洋随行各种作战任务，这个时间可以从我们说自身的15天延长到3到5个月。特别是随着新域新制力量陆续入列，新型战舰的航迹不断延伸，远海防卫作战装备力量体系发展步伐也在不断的加快。那么，这对于中国加强中国海防安全、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随着我们海军兵力的不断走向深蓝，可以大大地拓展我们海上战略防御纵深。这样的话，实际上也就是不断地将敌人的进攻发起线向后挤压。其次呢，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维护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根据中国对外直接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位于世界第2位，在全世界19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设立了4.7万家华资企业。这么大一个规模的海外利益，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手段来进行保护。那么这个可靠的手段主要就是海军。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国家利益所致，海军航迹必达。在这次南部战区的舰艇开放日的展示当中呢，这个052 D 型导弹驱逐舰、呼和浩特舰，还有远洋综合补给船落马湖舰都参加过亚丁湾的护航。我知道呢，您参加了2015到2016年度的这个第21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护航。那根据您的观察，这些舰艇在整个的护航当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这2型舰艇呢，它是有明确的分工的。护航的驱逐舰会根据海盗船距离备护船只之间的距离呢，通过发射信号弹和爆震弹来进行警告驱离。如果这2种手段都不起作用，海盗船继续前冲的话，我
我们就会用重机枪来进行拦阻射击。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呢，海盗船它就会知难而退了。因为我们的驱逐舰具有非常强大的火力，如果真的想这个击沉它的话，那我们有非常多的手段，而且分分钟都可以做到。加快人民海军建设应该着重从哪些方面入手？我们知道这些年，当我们从近海走向远海的时候，实际上国际社会对中国海军的关注也是日益的密切。就是我们走到哪，人家看到哪。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有一些负面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都被一些美西方的强势的话语给它建构为一种中国威胁论的一个角注，一个补充。所以我认为这里面还要有一个软实力的范畴。这个软实力的范畴应该怎么来理解呢？就是海洋它一直被视为是大国崛起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而西方的在这种过程当中，它也形成了一个海洋的霸权观。当然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哪里？我们这个中国的这种海洋的观念，它应该是一种海洋的和平观。我们在坚决的维护国家的主权和这个海洋权益的基础上，我们实际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这种海洋和平的理念。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方面。